好，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电路。如果在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分别接上电压源 U2 和 U1， 现在我们要求运放的输出 UO。如果我们把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 U2 减 U1 记作 UD 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运放的输出 UO 与 UD 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条曲线来表示，这称之为运放的传输特性。那么这条曲线呢，可以分成3个区间，分别是负饱和区、正饱和区和中间的线性区。那我们已经知道，在线性区间内，输出 UO 和 UD 的关系是 UO 等于 A 乘以 UD。这儿的 A 呢，就是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样一个开环状态下，这个电路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由于 A 非常的大，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对于741运放的话 ，A 的点心值是20万，也就是2乘10的5次方。而运放的输出是受到饱和电压的限制的。如果说它的饱和电压是14伏的话，那么 A 在取2乘10的5次方的情况下 ，UD 允许的值实际上就非常小，比如0.14个毫伏。而在一般的电子线路当中，它的干扰或者说噪声几乎就可以达到这个数量级，因此的话，噪声会对电路的性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第二，对于不同的运放来讲，它的开环电压增益是不同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电路，你设计好了以后，它只能对某一个特定的运放才成立。换一个运放，你所设计的放大功能就不能够正确的实现了。第三，即使对于同一个运放，它的开环电压增益这样一个参数也是会随着温度而变化的。夏天设计好的电路，也许到冬天它的放大倍数就不对了。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些由于运算放大器开环工作受到开环电压增益影响而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呢，是引入一个反馈。所谓反馈，是指把输出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又引回到输入的做法。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这样一条反馈之路 RF， 把运算放大器的输出 UO 又引回到它的反向输入端，因此这个反馈呢，我们称之为负反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引入负反馈以后 UO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把这个运放用前面讲过的它的电路模型来替代，这样我们就得到这个电路。方框中就是运放的等效电路。好，现在对于这个电路，当然我们可以用前面学过的分析方法来求解。首先有 UO 应该等于负的 AU1， 要注意这个地方 U1 的参考方向，它的正极性端是接到反向输入端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电路当中 ，UD 是等于负的 UI， 那 U1 呢又是等于 UI 的，因此呢 ，UO 是等于负的 AU1，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显然 R1 上面的电流是等于 RF 上面的电流的，那我们来表示一下 ，R1 上面的电流就应该是 UI 减去 U1 除以 R1 等于 RF 上面的电流就应该是 U1 减 UO 除以 RF。好了，解这样两个方程，我们把第一个方程带入到第二个方程当中，消取 U1， 就可以得到 UO 和 UI 的关系应该是等于 A。RF 下面是 RF 减去 R1 减去 A R1。好，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 Rf 和 R1 的取值很合适，并且两个在同一个数量级的话，我们会发现，由于 A 非常大，一般在10的5次方到10的8次方数量级，因此对于这个式子来讲，在 A 足够大的时候，这一项就可以忽略不计。再把 A 消掉，我们就会得到 UO 比上 UI 等于负的 Rf 比上 R1。在这个式子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输出 UO 跟 UI 之间的关系已经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没有关系了。那既然是这样，刚才有开环电压增益所引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而且大家可以发现，由于 Rf 和 R1 现在是同一个数量级，实际上现在我们可放大的电压 UI 的范围要比刚才的开环工作情况下 UI 的范围要大得多。